12艘船从特洛伊出发，船上载着结束战争的士兵，也载着他们对故乡最后的想象。但当这支船队重新出现在故事里时，11艘船已经消失，所有同行者几乎全部死亡。最后回到家的人只有一个，他的名字是奥德修斯。他说，他的船队不是败给另一支军队，他们遇见了会让人忘记故乡的植物，住在洞穴里的食人巨人，能把人变成野兽的女神，必须饮血才能说话的王者，以及在海峡两侧等待船只的怪物，其中一头拥有6个头，另一头甚至没有固定的身体。这听起来像一份古代失踪船队的幸存者证词，但它不是现代事件记录。这些内容来自一部流传近3000年的古希腊史诗《奥德赛》，而今天地球异种局要调查的不是这些怪物是否真的存在，我们要打开的是另一个更深的问题：他们最早是什么模样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条回家的路上？又是哪些时代的人把他们改造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怪物？档案正式立案。特洛伊战争结束后，希腊联军各自返乡。奥德修斯的目的地是伊萨卡，那是一座不算巨大的岛屿，也是他的王国、妻子与孩子所在的地方。正常来说，从特洛伊返回希腊西部不需要10年，但奥德赛里的海洋从来不是一张可以精确计算航程的现代地图。故事前半段仍然接近战争与人类城邦的世界，可是随着船队不断偏航，地名开始变得模糊，岛屿没有可靠的位置，居民不再遵守正常的人类秩序，海洋也开始出现自己的意志。奥德修斯的船队庞福正逐渐离开已知世界，第一个真正危险的地方甚至没有出现任何獠牙，那里住着食连者。奥德修斯派出的船员吃下当地的果实后，不再想回船，也不再想回家。他们不是失去生命，而是失去了返乡的理由。奥德修斯只能强行把他们拖回船上，绑在座位下，立刻离开。原始文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植物究竟是哪一个物种。后世有人推测它可能具有镇静、麻醉或致幻效果，也有人尝试把它对应到北非与地中海的不同植物，但到今天没有任何一种候选植物可以被确认为奥德赛中的连果。而且在这段故事里，植物学可能并不是唯一重点。食连者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他们提供了一种没有痛苦的放弃，只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，就再也不必承受回不了家的痛苦。离开食连者后，船队抵达独眼巨人的岛。奥德修斯带着12名船员走进一座洞穴，洞里堆放着乳酪，圈养着羊群，看起来像是一名牧羊人的助手。但洞穴的主人波吕斐摩斯并不是普通人类，他拥有巨大的身体和一只眼睛。当他回到洞中，首先推动一块只有巨人才搬的洞的岩石，封住出口。接着他抓起2名水手，将他们摔向地面，吃掉了他们。这不是一场英雄与怪物公平决斗，洞穴里的人已经成为被圈养的猎物。奥德修斯最后靠着计谋逃生，他告诉巨人自己的名字叫做没有人。等巨人喝醉后，他和船员把削尖的木桩刺进巨人的单眼。波吕斐摩斯呼喊同伴说，没有人正在伤害我。其他巨人因此没有进入洞穴。天亮后，幸存者躲在羊群腹部下方，越过10名巨人的双手逃回船上。但奥德修斯在离开前犯下一个致命错误，他向巨人大声报出真正的名字。波吕斐摩斯因此得以向父亲海神波塞顿祈求复仇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返乡不再只是迷航，它成为一场神奇介入的追逐。今天很多人把波吕斐摩斯想象成巨大、肌肉发达、专门战斗的怪兽，但在奥德赛里，他首先是一名牧羊人，他有羊群、乳酪与洞穴，却拒绝城市、法律、议会与待客规范。因此波吕斐摩斯的怪物性不只来自单眼与食人，它也代表一个完全拒绝人类社会秩序的世界。后续的独立档案中，我们会在调查它与其他希腊独眼巨人究竟是不是同一类存在，以及著名的化石原型假说究竟有多少根据。逃离巨人后，
奥德修斯曾经一度接近故乡，风神埃俄罗斯把所有不利的风封进袋中，只留下能将船送回伊萨卡的风向。但船员以为袋中藏着财宝，他们趁奥德修斯睡住时打开袋子，所有风同时爆发，船队再次被吹离故乡。几次偏航后，他们进入一座安静狭长的港湾，港口四周被高耸岩壁包围，入口只有一道狭窄水道。11艘船停进港内，只有奥德修斯的船留在入口外侧。最初，岸上的城市看起来仍有人类生活的痕迹，但当使者见到当地居民时，他们才发现这里住着一整个食人巨人族群。莱斯特里戈涅斯人巨人从高处搬起岩石向港内的船队投下，船身被砸裂，桅杆倒下，狭窄港湾让船只无法转向，也无法逃离。落入海中的水手被巨人抓起，像捕获的鱼一样带走。这不是单一怪物的袭击，而是一座城市对一整支船队进行猎杀。当奥德修斯切断缆绳逃离时，原本的12艘船只剩下最后一艘。船队的大部分人并不是死于最著名的独眼巨人，而是死在一群经常被现代改编忽略的食人巨人手中。仅存的船随后抵达卡尔克的岛，它通常被称作女巫，但在奥德赛的世界里，它并不是普通人类，而是具有神性的危险存在。他邀请船员进入屋内，提供食物与酒，接着他在食物中加入药物，挥动魔杖，把船员变成了猪。他们失去了人类的身体，却仍然保留人的意识，这也是奥德赛中最令人不安的变形之一。他们知道自己曾经是人，却只能被关进猪圈。奥德修斯在绅士赫尔墨斯的协助下抵抗了魔法，迫使卡尔克恢复船员原形。但故事没有在击败女巫后立刻结束。奥德修斯和同伴留在岛上1年，原本的威胁者后来反而成为指引航路的人。凯尔克告诉奥德修斯，想知道如何回家，他必须先去询问一名已经死亡的预言者。于是，返乡者的下一站不再属于活人。奥德修斯抵达世界边界，挖开土坑进行献祭，血液流入坑中后，亡魂开始聚集。在奥德赛的描述里，死者必须饮血才能恢复意识并开口说话。奥德修斯见到了已死的战士、母亲以及预言者提瑞西阿斯。这段故事经常被简单说成奥德修斯进入地狱，但原始叙事更接近一次发生在世界边缘的招魂。他没有像后世英雄那样穿越完整的地下王国，他站在生者与死者之间，向已经失去生命的人询问回家的道路。得到警告后，船只再次出发。接下来是奥德赛中最著名的海上怪物区域，第一个威胁是赛人。今天的电影和游戏经常把赛人画成人鱼，但荷马文本并没有完整描述他们的身体。原始故事真正强调的是他们的声音。赛人承诺奥德修斯，只要停船聆听，就能知道特洛伊发生的一切，也能知道世界上的更多秘密。他们诱惑的不只是欲望，还有这时船员用蜡封住耳朵，奥德修斯则命令众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。当歌声传来，他疯狂要求船员松绑，但船员听不见他的命令，只能继续划船。岸边散落着未能离开的水手遗骸。后世古希腊艺术常把赛人画成鸟身女性，更晚的欧洲传统才逐渐让赛人与人鱼混合。所以我们今天熟悉的鱼尾赛人并不是奥德赛唯一固定的原始造型。逃过歌声后，奥德修斯的船进入一条两侧都无法安全通过的海峡，其中一侧是斯库拉，它藏在高处的岩洞里，拥有6个头。当船只靠近，每一个头都能抓走一名水手。奥德修斯知道他会出现，但他没有把完整警告告诉船员。当6个头同时从岩壁伸出，6名水手被带离甲板，他们在半空中挣扎，呼喊奥德修斯的名字，而船只不能停下，因为海峡另一侧是卡律布蒂斯。卡律布蒂斯没有像斯库拉一样清楚的身体，
它会吞入海水，再把海水吐出。当海面被吸走，海底裸露，漩涡足以吞没整艘船。这两个怪物构成了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。靠近斯库拉会失去6个人，靠近卡利布利斯可能失去所有人。怪物在这里不再只是需要击败的力量，它们变成一种无法避免的代价。通过海峡后，船员抵达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岛。岛上的神圣牛群被明确禁止伤害，奥德修斯也早已得到警告。但暴风把船困在岛上，食物逐渐耗尽。在奥德修斯离开祈祷时，饥饿的船员杀死了太阳神的牛。接着，异常现象出现，被剥下的牛皮开始移动，放在火上的肉发出声音。太阳神向宙斯要求惩罚。当最后一艘船重新出海，雷霆击中船身，桅杆折断，船体粉碎，所有船员死亡。奥德修斯抓住残骸，再次被海洋带走。12艘船至此全部消失，只剩唯一一名幸存者。食人者夺走回家的意志，波吕斐摩斯摧毁人类的知识，莱斯特里根涅斯摧毁船队，卡尔克夺走人的形体，赛人利用求知欲，斯库拉要求牺牲，卡律布迪斯吞没道路，而最后摧毁船只的却是船员在饥饿中做出的选择。这不代表每一个怪物都只有一种固定相质，也不代表这就是荷马唯一确定的创作意图。但当我们把这些遭遇放回返乡故事中，会发现它们并不是随机排列的怪兽图鉴。奥德修斯越接近故乡，就失去越多。最后回到伊萨卡的不再是带领12艘船离开特洛伊的那个人。地球异种局不会试图证明这些怪物曾在某一座岛上真实生活，我们也不会把它们全部拆解成化石、植物、漩涡或古人的错觉，因为怪物的来源可能同时包含口传故事、航海恐惧、陌生民族、自然灾害、宗教禁忌与人类想象。真正值得调查的是它们如何形成，如何被不同时代改写，又为什么在近3000年后，我们仍然用这些怪物想象海洋之外的未知世界。这份总档案暂时封存，但下一份档案，我们将进入一座没有法律、没有城市，也不遵守任何人类待客规则的岛屿。在那座岛上，一个巨大牧羊人会推动岩石，封住洞穴，他会抓起闯入者，把他们当成食物。而奥德修斯为了活着离开，将使用一个改变整段返乡旅程的名字——没有人。下一份神话异兽调查：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，洞穴里的食人牧羊人。地球没有答案，只有尚未解封的档案。